大家好，欢迎来到 Enjoys 评测组球鞋简介，我是小唐。出现在屏幕中的这一双 Morelia Neo 作为美津浓 Morelia 的速度型分支，超轻量袋鼠皮球鞋这个称呼显然瞬间吸引了无数目光。它最早在2011年末上市，可是后来因为鞋钉设计上的缺陷，导致它在人草上频频出现断钉事件。于是美津浓痛定思痛，在今年年初推出了改进版的2代鞋钉，就是它了。美津浓官方也自信的在官方网站上声明它人草适用，但是评测组的建议呢，是它适合质量中上乘的人草，垃圾人草还是不行。这个天蓝配色在刚刚曝光的时候，曾经获得评测组成员的一致赞叹，因为图片上的蓝色实在是太漂亮了。但是拿到实物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蓝色并没有宣传图上那么的鲜艳，而且并不是很耐脏。不过那么漂亮的颜色，管它呢。既然是速度型战靴，那么重量就是很致命的环节。以 JP255 的尺码为例，重量是165克，显然入选世界最轻足球鞋排行榜的前10可以说是毫无压力。在说到鞋型之前呢，先谈谈 Morelia Neo 的2个产地，一处是老家日本，另一处则是东南亚的印尼。我们都知道美津浓的鞋子日产有分别专攻本国的版本和供应国际市场的国际版2种。就拿这双来说，它的日产和印尼产均为国际版。从鞋型上和专攻日本市场的 Estrella Neo 一对比，就可以看出，为了适应欧洲人的脚型， Morelia Neo 的国际版显然比专攻日本市场的 Estrella Neo 要窄，但稍微呢又比一般的欧美系品牌略宽一些。如果穿 Estrella Neo 正好的朋友在选购这双鞋的时候要注意了，这双鞋秉承了美津浓的一贯作风，特别是这个有收紧设计的鞋口。我们在 Estrella Neo 的简介视频当中有提到过，制作这种鞋口需要制鞋工艺精湛的鞋匠才能完成。由此可见，美津浓确实是很认真的在对待他们出品的每一双球鞋，无论产地在哪里。Morelia Neo 的鞋面采用的是前段袋鼠皮和后段人造材料的设计。前段的袋鼠皮从按压感觉来看，和我们之前测试的 Estrella Neo 一样，并不是很柔软。这种选材显然是为了平衡触感和发力。按压时还可以感觉到 Morelia Neo 的袋鼠皮比 Estrella Neo 要厚一些，这个对触感的影响其实并不大，按照个人喜好判断即可。后段的人造材料和 Estrella Neo 一样，这种设计的好处就是鞋口不容易变形松垮，保持脚外侧支撑的同时，能够让球鞋更加包脚。所以大家别再迷信全袋鼠皮的鞋子了，除非它在这个位置提供了内衬补强。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日产和印尼产的 Morelia Neo 使用的袋鼠皮触感上是同等质量的，不过日产会对皮面进行抛光处理，所以看起来更加高端一些。而且日产的价格比印尼产要贵了不少。以这双为例，淘宝日产的价格是1400块钱左右，而且还没有天蓝色可以选择。印尼产的呢才900多，性价比来看，印尼显然更有优势。Morelia Neo 的大底使用了轻量化球鞋的标配，尼龙与 TPU 复合。大底大面积采用尼龙，而鞋钉为了增加耐磨性和硬度，则选用了 TPU。说到鞋钉，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是使用改进后的新一代设计，所以官方宣称可以在中等以上的人草使用。但是具体会不会断钉，还有视个人踢球习惯而定，所以各位也要考虑自身的膝盖安全。体重太大的，我劝你还是放弃吧。不得不说，对于美津浓来说，日本产与印尼产的差距之小令人佩服，但是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鞋身有多处溢胶以及线头，但需要声明的是，溢胶其实恰恰证明了胶水量足，但看起来并不美观，很讽刺吧。今后呢，我们会在 Enjoys Lab 中给大家普及。既然它是轻量化球鞋，那么可以减轻球鞋重量的半中底设计便是必不可少的了。至于加强梁的硬度，我们在 Estrella Neo 的视频当中有具体说明，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后跟和鞋口采用了防滑的麂皮材料，这可以让球鞋更加跟脚。不过鞋垫依然是普通的发泡材料，让人很是无语啊。再来看看鞋带，前细后粗的鞋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但美津浓依然没有在鞋带上面做出什么改进。所以如果有意入手的朋友担心鞋带会松动的话，我们还是推荐你换上 Enjoy the Lab 自主研发的 Control 加模控鞋带，那叫一个好评如潮啊。总结一下，虽然 Morilla Neo 的印尼产离日产在做工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差距仅仅在少数细节上，并不影响在实战中的表现。价格上与日产便宜的又不是一点半点儿，如果合适的话，这款球鞋我们推荐入手。好了，关于这款球鞋的介绍就是这么多了。这里是 Injust.com， EZ 改变你的足球生活，我是小唐，我们下期再见。Just a yellow lemon tree.